大家好，我是纳吉。有过这样一件事儿啊，在南京江宁区一套市价为1236万人民币的豪华别墅，被法院以435万元的起拍价公开拍卖。那为什么会便宜了800万元呢？法院在文件中标注了一行字：发生过谋杀案件，具有重大瑕疵。那原来在2011年，就在这一座豪宅之内发生过一起恶性的案件，而且这里面涉及到事故、阴谋、劈腿、骗保等狗血的剧情。那这一期内容，我就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这个事件。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1年，在江苏南京的江宁区有一个将军山，因纪念宋代名将岳飞，因此得名。当地人也叫翠屏山。周边的居民和附近的大学生经常会去爬山锻炼。2011年2月28日中午，2个大学生到这游玩，途经半山腰一条小路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些异样。在一个草丛里面有几个黑色的垃圾袋，还传出一阵恶臭，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爬到几百米的山腰上来乱扔垃圾呢？在这一点，那2个人都吓傻了，垃圾袋里的竟然是人手。那警察马上到达现场，并在附近500米范围陆续找到10多个同样装有尸骸的垃圾袋，这于是马上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验。死者年龄40到50岁，死亡时间在25日深夜，为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认定是一起恶性案件。在勘查时，警方发现了2个重要的线索。首先，这个垃圾袋的来源是江宁区的麦德龙超市，袋子里发现一张被血液浸透的火车票。经过仪器还原，车票信息显示为2月25日由甘肃兰州到南京。这2个重要线索为案件的迅速侦破起到了决定作用。在兰州警方和铁路方面的配合下，确定了购票人为一名叫田明阳的兰州当地男子。警方于1天后就抵达兰州展开调查，但是发现田明阳依然还活着他得知自己的火车票出现在装有尸体的垃圾袋感觉很震惊。那解释说，车票确实是自己买的，而是到南京看望自己的二嫂和侄女，之后这个票就随手被扔掉了。那或许是被别人给捡走了，但这种说法让警方很怀疑。如果田明阳不是被害者，那么他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可能是凶手警方先搞清楚了田家的基本状况田家一共有5兄妹，2个姐妹，3个兄弟。那3个兄弟中，目前仅剩田明阳自己一人。老二田明成2006年因车祸去世，老三田明光在二哥走后就神秘的失踪。田家人对外说因为二哥死后过于悲痛，田明光就单独外出闯荡，5年没回过家一次。这3兄弟长得很像。后来专家对死者的样貌进行了还原，警方拿还原过的照片与田明阳外貌一比对，十分相似，说明被害人肯定是3兄弟其中一个。那田明成车祸遇难，田明阳还健在，那一定就是已经失踪的老三田明光。于是采集了田明光儿子的 DNA 样本进行比对，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遇害人并不是田明光，但是 DNA 却与田明光有极高的相似度。这一切就把遇害者身份指向了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难道这个遇害者是5年前就已经遇难的田明成？警方又提取了田明成女儿的 DNA 样本进行比对，难以置信的是，死者确实为田明成。那这说明田明成用弟弟田明阳的信息购买的车票，之后在南京遭遇了不测但是这太奇怪了，他怎么可能死而复生，然后又被害呢？面对警方的询问呢，弟弟田明阳显得很心虚，说这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还说自己的二嫂薛丽萍知道所有的事情。警方联系到田明成的妻子薛丽萍，奇怪的是，这个妻子对丈夫的遇害和警方的调查显得很冷漠并且刻意回避，引起了怀疑。就对薛丽萍所居住的别墅进行勘查，发现卫生间和车库都有未处理干净的血迹。经过比对，血迹正是田明成的，这确定了别墅就是案发现场。另外，还有一路调查的民警也有收获，在江宁区麦德龙超市，经过仔细查看监控，终于锁定了一名在2月24日购买刀具和斧头、垃圾袋的可疑人员。这人正是薛丽萍的父亲，也就是田明成的岳父薛敬公，而且购买日期恰恰是田明成坐火车到南京的前一天。加上附近的邻居反映，案发几天，薛敬公的车长时间停在这个别墅楼下，那薛丽萍与其父亲薛敬公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马上抓捕了薛敬公，又将马上就要出境的薛丽萍在上海浦东机场抓获。随后还有一名叫谭凯的38岁男子投案自首，称与薛丽萍2人为情侣关系。警方将这3人分开审讯。薛敬公承认了谋害田明成是他一人所为，
其他2人只是协助，并没有直接参与。但田明成5年前就已经没了，怎么又复活了呢？那在警方拿出田明成车祸材料的时候，那薛进恭父女俩终于说出了整个事件的原委。确实啊，这个事情实在是太乱了。田明成1962年出生于甘肃兰州，大学毕业后就在日本发展，也加入了日本国籍。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离异后在日本创办了保健品公司。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比自己小8岁的南京人薛丽萍，女方出生于高干家庭，在日本也有自己的美容事业，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2001年1月，2人登记结婚，薛丽萍也加入日本国籍。1年后生下一个女儿，但似乎这段婚姻并没有让薛丽萍满足。在一次回国的聚会中结识了唐凯，两人互生爱慕之心。即便薛丽萍回日本后也没有断联系。转眼到了2006年，在日本的事业不太理想，两人陆续将事业转移到国内。但薛丽萍的回国也是为了与唐凯打破距离。然而田明成对这一切却并不知情，一家人就居住在江宁区的瑞景文华别墅里。因为回国后需要更多的资金成本，田明成就打算回老家兰州筹款。然而就是这个决定，让所有人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变，以致有了最后自己悲惨的结局。这一次回老家，田明成是与三弟田明光2人开车同去。刚到达甘肃，薛丽萍打电话说女儿在家突然生病。田明成爱女心切，决定即刻返程，让三弟开着自己的车先回老家。2人就马上到达机场，因为下车匆忙，田明成就把手机给忘在了车上。三弟田明光自己开车离去。可大约半小时后，田明光开着他哥的轿车在高速路上突然发生单方事故，撞上护栏之后导致车辆自燃，车毁人亡。经过长时间的燃烧过后已经无法辨认了。最终交警在处理事故现场时，发现手机和驾驶证、行车证还没有被完全烧毁。查证后与车主信息一致，要初步断定事故中丧命的人就是田明成。出具了事故报告，也打电话通知了在南京的妻子薛丽萍。那薛丽萍得知后，在家里是悲痛欲绝，直到晚上安然无恙的田明成坐飞机火速赶回了家里。这冷静下来，2人交换了信息，田明成得知了自己的三弟田明光已经死亡。那悲痛过后他就准备打电话给家人通报实情。就在这时，妻子突然想起，这2个人在日本多家保险公司有巨额的人身意外保险，理赔总额折合人民币上千万元。那既然现在警方已经出具了事故报告，认定死者就是田明成，那不如就此机会把这笔保险理赔骗到手再说，还能解决回国后的资金周转问题。那商量过后，2人一拍即合，按照计划，田明成暂时到陕西隐姓埋名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以为他这人已经没了，而已经死亡的田明光就是相当于突然失去了音讯。警方也按照失踪人口处理，一死一失踪。整个田家都遭到了沉痛的打击，但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只有薛丽萍和田明成知道所有的真相。那随后，薛丽萍从日本拿到了保险理赔款500多万元，并非想象的1000多万。这个因为害怕暴露，就只能拒绝警方对车里的死者进行 DNA 确认，所以在理赔的过程中缺少完善的死亡鉴定证明。按照保险合同细则，最终只能拿到这些。那在外隐蔽的田明成与妻子只能偶尔联系，藏身地点从陕西转移到了河南郑州，那做了一个假身份证。因为田明成的身份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消失了，所以只能隐姓埋名的生活。期间2人还约定，就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只能妻子主动打电话，那田明成只能接听。他这一躲就是3年。这3年得知了自己的岳父薛进恭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那妻子的生意也非常好，那只有自己在外苟活。那家有妻女却长时间不能团聚，甚至过年也只能打一通简短的电话。女儿越来越大，却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而妻子与自己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态度也变得敷衍。终于，他决定回到南京，一家团聚。那2009年6月的一个夜晚，刚到家的薛丽萍被突然出现的田明成吓了一跳。那7岁的女儿见到爸爸也吓哭了。面对丈夫的突然出现，薛丽萍感觉很矛盾，因为在半年前，她已经和唐凯正式公开了关系，并且已经准备结婚了。而田明成只想回归家庭，不想再过那种生活。他的出现让一切变得很复杂。那无奈之下，薛丽萍把骗保这事儿告诉了父亲薛进恭，薛进恭也感到很震惊。但是过后还是要为女儿出谋划策。父女2人最终决定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薛丽萍将存有300万元的银行卡交给田明成。
那坦诚地告诉了田明成目前的状况，希望就此别过，让他去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出现。那田明成知道妻子移情别恋，原来的家庭已经不复存在，恼羞悔恨之下，拿着存有300万元的卡愤然离去，从此开始各种大手笔的花销。那花光后，又陆续和薛丽萍要过几笔巨款。2011年1月，田明成再次来到家里要钱，但最终薛丽萍以生意亏损为由拒绝了要求。而且田明成此时已经改变策略，那既然钱没有了，那只想一心回归家庭，并主动联系了唐凯，态度比较强硬，还挑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所有的事情经过，意图就是为了让对方退出。这唐凯这才得知薛家竟然还有如此惊人的隐情，愤怒地找到了自己的准岳父薛进公，当面进行质问。最终父女二人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挽回唐凯。那谈到最后，唐凯表示不会放弃薛丽萍，愿一起共度难关。而与此同时，田明成回到了老家，并告诉了全家人事情的始末。那田家人是又惊又喜。他的小弟田明阳得知后了解到二哥打算重回家庭的计划，表示愿和二哥一起共度难关。而随即拨通了薛丽萍的电话，通知他兄弟两人会在25号去南京，把这个事情好好聊一聊。那这一通电话让薛丽萍彻底失控，在电话里歇斯底里的大叫，让田明成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田明成一听，也激动地接过电话，并放出狠话如果这家他回不了，就把当年骗保的事情全部兜出去，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最后这话被传到了薛进公的耳朵，那父女预感这两兄弟25号到南京一定是来者不善。薛丽萍也觉得只要田明成还在一天就不得安宁。最终愤怒的薛进公表明了态度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薛进公看来，田明成在社会上已经是不存在的人，即便把他除掉，警方根本就无法知道这人的身份，就算自己被抓了也无所谓因为已经年过70了。那为了女儿下半生的幸福，一切都值得。那薛丽萍和唐凯二人竟然也都默许了这个决定。2011年2月24日下午2点左右，薛进公在一家麦德龙超市购买了刀具、斧头等作案工具，并把这些东西藏在了女儿的别墅里。26日晚上6点，薛丽萍给田明成打电话，让他回家聊聊。没想到田明成是带着弟弟一起来的，只能假装吵架把田明阳给支走。随后唐凯带着3名小混混冲进了别墅，几人将田明成制服并捆绑起来，蒙上眼睛后随即离开。晚上8点左右，薛进公让女儿离开别墅，只剩自己与被绑的田明成两人，并亲手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之后用田明成的手机给田家人发短信，谎称自己去河南了，不必担心。最后将遗体处理完以后，和衣服一起装进垃圾袋。一切结束后眼看天色渐亮，年老力衰的薛进公驾驶一辆灰色的奥迪车，把这些垃圾袋扔到了附近的将军山上。然而车票却成了破案的关键证据。这根据父女二人的猜测，或许是田明成在生前遭遇捆绑的时候，就得知自己凶多吉少，就把自己兜里的车票给转移到了内裤里，所以事后薛进公并没有发现。2013年2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薛进公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薛丽萍作为从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唐凯等4名涉案人员分别获刑。那这个案子可疑的地方其实有很多，那人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二弟田明光遭遇的那场车祸，或许是夫妻二人为了骗保而故意设计的事故。这个田明成为了钱不惜舍掉自己弟弟的性命，那事后为了减轻罪责，薛丽萍肯定不会承认这个事情，毕竟人都没了嘛。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猜测不是很成立，因为想给一个汽车做手脚，还要在自己下车后再发生事故，那这个尺寸很难去拿捏，这难度也是太大了。要知道之前的路程从南京到甘肃1700多公里左右，这段路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已经到了甘肃境内，自己到机场下车之后再出现事故，那万一是下车前搞的鬼呢？但是这两个人都在车里的座位上，那田明成如果做手脚，很难不被发现。那再说你在驾驶舱里，也不可能轻易改变汽车的构造，从而产生隐患，达到出事故的目的，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个事故一定会致死。如果汽车燃烧是因为提前放置了易燃易爆物的话，还想让人反应不过来，还想达到致死的目的，那威力一定是非常大。那这样一来事故后的调查完全可以在车内发现起爆点但是没有。那虽然那一场事故在这个事件中也显得很可疑，但是没有从现场的勘查里发现任何异常，证据不足所以就疑罪从无。我认为那只是一场单纯的事故但也是这唯一的纰漏就是把当事人错认成了田明成，并且家属拒绝 DNA 检测，就无法进一步确认，就很无奈由此引发了夫妻二人的贪念。
一步错步步错，最终走到了最坏的结果。那行凶者呢，只考虑女儿的利益，触犯法律，却没有考虑到女儿的女儿今后要面对怎样的生活。这个事件很惨烈啊，但是这两家人却又都不是我们认知中的穷凶极恶的人。你看啊，这个涉案双方的家庭都是夯实富足，全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行业内和社会中都是有头有脸，那社会阅历比大多数人都丰富，但却还是走进犯罪的深渊。那好了，节目最后呢，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用低于市价1半的价格去购买一套凶宅吗？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看到最后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